哇！我没想到 Blonde 会是这个味道哎。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第10集的 Wicked Beer Review。那因为前2周呢，刚好有一个神秘人士来到我们的店里面，然后他 drop off 了这一支拿来这支啤酒，然后告诉我们说这是来自于台中的啤酒，一定要喝看看。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想到说，好，我们刚好有这2支，通常的应该是比较属于他们视觉上比较成人一点点，但是也没有到限制级啦。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就把这2支放在同一支 review 里面一起做。2支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啤酒，这一支是来自于台中，它叫做 Mental Healing， 它是台中的一位杨大哥，他是自酿出身的，然后他跟他的老师一起酿造的这支啤酒，那这支是 American IPA， 但是特别的是它是加了绿豆蔻，因为杨大哥他自己在台中是做咖喱的，所以他就觉得绿豆蔻其实在咖喱里面，在印度咖喱里面是一个非常常用的香料，那就想到说要把它放在啤酒里面，看看可以做出什么样子的味道。那另外一支呢，这支是来自于23 Brewing 跟一个独立团体，台湾的摇滚独立团体叫做落日飞车。他们所一起酿造的联名款，那这支是 Imperial Blonde， 那这个是 IPA。那虽然这个 Imperial Blonde 呢，这支叫做爱爱大旅店 Love Motel Love。那虽然它是 Imperial Blonde， 然后在7%，这支是6.1%，但是我在想应该这支的味道会比较淡，所以我们就先来开这支。那 Imperial Blonde 呢，它本身酒体就会比较酒色会比较淡一点点，比较清澈，所以它呈现黄色其实算是非常合理的，在金色艾尔里面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颜色。那它的泡泡也还蛮多的，然后泡泡算是细致，呈现白色。那我们看看香气。这支我觉得它的水果味对 Blonde 来说，通常 Blonde 的啤酒类型应该会有非常多的麦芽的味道，然后还有甜味。但这支我现在闻到比较多是水果的香气。那喝看看，看一下味道是什么？爱爱大旅店。好，这支啊。哇，我没想到 Blonde 会是这个味道哎，因为通常啊，我们喝到一般的 Blonde 都会是比较就是很清爽，然后易饮性非常高。但是因为它是 Imperial Blonde， 然后在7%，如果不跟你讲说它是Blonde 的话，你可能会误以为它是一支IPA 来着的。那这支呢，我觉得还蛮好喝的，一样它的甜度其实有Blonde该有的甜度，它的麦芽味道很多，然后甜度很高。但我觉得水果味其实是它最大的特色，在这支酒里面，水果跟花香，一支还不错的 Blonde Ale， 但是要小心。因为它在7%，所以它的易饮度高。然后7%，其实你如果不太注意的话，很快就会把这一整支都给喝完了。我还蛮讶异的。本来想说这种联名款其实通常有时候是比较 hit and miss， 就是有些联名款做得非常好，然后有些联名款可能就不太 OK。但这支因为也是23他们自己出品的东西，所以该有的水准都还是在的。这支我觉得这个 Blonde 好喝，是一个适合夏天的 Blonde， 苦度也没有到非常高。然后虽然酒精浓度高，但是它算是清爽的，不会有太多的味道残留在你的舌头上面，让你会感觉到不舒服。所以是支不错的啤酒。好。再来第2支是Orgasmo， 这个是有加绿豆蔻的。那绿豆蔻呢，它也是俗称的香料之后。绿豆蔻的疗效有很多，如果是加在食材里面，它可能会
有助于你的消化系统啊。然后我刚刚还有查了一下关于绿豆蔻这件事情，还有人讲到说绿豆蔻如果是用精油外擦的话，还有可以预防早泄还有性冷感的这个东西会有帮助。所以我不太知道说这支酒到底做出来酒标是不是跟他们那个绿豆蔻的疗效是有一些连结性的。那这支是American Style 带有香料的 IPA， 6.1%。然后它所用的 hop 呢有 Cascade 跟 Citra， 在蛮多 IPA 也会出现的，就两个带比较多水果味道的酒花。那我刚没有倒得很激烈，但是这个我觉得它的泡泡有点偏多了一些，但酒色是漂亮的，酒色跟蛮多 IPA 很像，就是带一点点橙色，然后带一点点黄。好，香气呢，我觉得香气初步闻到的香气没有太多的绿豆蔻。如果不知道绿豆蔻是什么东西的话的人呢，去吃一点点印度的香料咖喱，或者是喝一杯印度奶茶。印度奶茶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风味，然后你可能不太有办法解释说那个风味是什么东西，但它就是一个很特殊的香料，然后就是绿豆蔻。如果你尝到那个很特殊的味道，但是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去形容它的话，很可能它就是绿豆蔻。OK， 那这一支酒呢，真的觉得它酒泡偏多，应该不太可能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让它降温了一下下，但我觉得它的酒泡其实有点太多了，但是 retention 很高，就是不太会消散的啤酒泡泡。静置一下下的时候，就可以开始闻到隐约绿豆蔻的味道了。好，那我们来尝看看。酒花用的很多，豆蔻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样子的明显。其实我们一开始拿到这支酒的时候，会想说，绿豆蔻拿来做的啤酒会不会是个雷啊？但是现在喝，我自己是觉得它有出乎我的意料。然后出乎我的意料不是不好的东西，而是它并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的让人无法亲近的一支酒。就豆蔻的味道来说，我觉得还算蛮隐约的，没有到太强烈会让你不舒服。那因为这一次我知道这一支是他们在6月6号装瓶的，所以也是他们第3波，就是这个是他们的第3版。据说他们投放的酒花更多，然后有调整了一下他们自己酿造的制程，所以甜度降低了许多，更干爽。然后绿豆蔻的味道也还是有保存住。就质量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成品啦，风味还算不错。然后，但是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可能就会比较不适合，因为这个算是比较典型 IPA 会有的强度、苦度，然后还有它的风味也比较重一点点，所以可能对初学者来说不太适合。但是我还蛮讶异的，然后我觉得还蛮开心，现在台湾自酿也有办法做出这样子的成绩。那当然2支我觉得都还不错，但是如果硬要我挑的话呢，虽然现在已经到秋天了，如果我今天要喝一个很特别的啤酒配料理的话，那我可能会选这一支。配料理可以选这支，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只是想要单纯做品饮，然后没有配任何食物的话，我可能就会选这个爱大旅店的这支Imperial Blonde Ale， 2支都是我觉得还不错的选择。然后2支都有出乎我的意料，因为通常我们看到这些酒标就是比较幽默一点，然后喜欢挑战这个界限的东西，我们会比较谨慎的去处理它。但是这2支我觉得就还不错，如果不 care 酒标的话，其实这2支是好的选择。
很棒。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周第10集的 Wicked Beer Review。那下一周呢，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可能会往香港的酒厂迈进，因为最近有出现了2个，在台湾出现了2个来自香港的酒厂，那我们对他们的产品也很有兴趣，所以我们下周会review2支香港的酒厂，也请敬请期待。OK， 拜拜。